西藏呢，之所以神秘的一大来源呢，就是本教。这个呢，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原生宗教之一。但是我们普通人呢，想要搞懂本教可真不容易。首先就是一堆名词，比如说像什么斯巴本啊、雍宗本啊、世俗本啊、读本啊、恰本啊、举本啊，还有民间常说的黑本、白本。总之啊，名目繁多，说话混乱，所以不被烙晕才奇怪呢。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就完全分不清楚本教寺庙和藏传佛教寺庙有什么区别，所以后来就去研究本教是什么样子，看了一些网上的一些碎片化的解读一度呢我对本教有一些片面模糊的刻板印象。我最初呢只知道本教是西藏本土最古老的信仰，但是它到底起源于何时，核心的含义是什么，数千年是如何演变的，各大流派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实在是搞不清楚。我相信有很多人当初和我一样就是想搞清楚藏文化的源头，所以呢我本期的视频就踏踏实实的把本教的完整的真实的无争议的发展脉络溯源梳理，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这个视频的文案呢，我写了上万字我最初也想讲简单一点点，但是我想如果讲的太简单呢，肯定说不清楚本教的它的发展史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还是得讲细一点。如果你一时没有时间看的，也可以先点个收藏，以后留着慢慢看。如果有时间看的，那你就拿好瓜子，端好开水，我们马上发车。上期我们聊过藏地的文化看似慈悲温柔，骨子里却藏着坚韧刚烈的底色。这份特质呢，并非凭空而来，这个根源呢，就是血于最原始的本土信仰斯巴本，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原始古本、原始本教。而我们如今所说的本教，一般是指已经成熟体系化的雍宗本教，它并非是原始本教的延续，而是在斯巴本的基础上升级迭代，去无存精，形成了全新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两者你一定要把它分开。今天呢，我们就围绕几个核心的问题讲透这个本这个字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本教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从上古时代到吐蕃王朝，本教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演变，斯巴本和雍宗本各自是什么，它们的核心的差异是什么，吐蕃时期的本教的三大流派，它们各自的区别是什么。这一期呢，我全部把它理清楚，看完彻底告别认知的混乱。如果你有朋友也想了解西藏文明的根源，那你就把本期的视频你丢给他，他通过一个视频就可以完全彻底的了解这个本教了。首先什么是本？要读懂本教，首先我们要知道本的含义。本在藏文的核心词根呢有两个，一个是本，意思是吟诵、祝祷、沟通天地万物的通神仪式的意思；另外一个是本，这个后缀的 p 是指代人，专指修习本教、奉行本教仪式的信众与修行群体。后来呢就慢慢的延伸演变，指代了整个的教派。因为原始的语言呢它是藏语，藏语呢是一个表音文字，它音译之后呢，汉语就延伸了很多的写法。下面呢，我们就把本教的多种写法都阐述一下。第一个，本教本钵教，这个呢是民间文史科普传播最通用的传统写法，也是我象雄本教史这个系列统一使用的名称。第二个呢，本教本钵教，这种写法呢就是少了草字头，这是现代学界和宗教界的规范译法，取意为本土、本源、本地的意思。也曾经有过学宗教学的大学生来纠正过我的视频，说我的本教的本应该写作本，就是来源于此。第三个，钵教苯教，这种写法呢是早期不规范的古音译，如今呢已经完全淘汰，不再使用了，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所以呢这几种写法主要的争议就是本教和本教。那么我的象雄本教史为什么要使用草头下这个本呢？第一，我做视频常年查询很多藏地的权威史料、学术著作和官方的资料，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是采用本教这一写法，使用本教这种写法很少。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习惯一般遵循多数的原则，所以我也采用了本教的写法。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规避语言的歧义，如果写作本教，不同的教派语境下容易混淆。佛教徒口中所说的本教
当然就是指佛教了。那么道教徒口中的本教，那就指代道教。而我们如果用草字头的本教，它就是一个专属名词，独一无二，不会产生任何误解。所以我的视频呢，会一直沿用统一使用本教、本波这一写法，以后不用来纠正我本教是本教了。下面呢，我们来说清楚本教的源头。数千年前的青藏高原气候恶劣，生存艰难。上古的先民呢，面对天灾疫病、部落纷争，没有科学的知识，只能依托于自然，敬畏天地。慢慢的就形成了专属的生存仪式。部落有专职的祭司，通过固定的吟唱祭祀仪轨，祈福狼灾，沟通天地神灵，安定族群人心。这套完整的沟通万物、敬畏神灵的仪式体系，就是最原始的本。其实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有类似的原始的祭祀文化，这些都源于人类的先祖。他们呢，为了应对无常的天地，自然而然而产生的。汉族的早期也有，比如说我老家的江西的傩舞，就是典型的民间的狼灾祈福的祭祀仪式。只是说它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依然保留着远古的形态。所以我们江西这个傩舞已经成为古文化的活化石。但是雪域高原的原始本，其中一部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不断整合重塑，最终形成了藏地本土的雍容本教。本教的信仰呢，目前已经是藏地的第2大信仰。有很多人呢不喜欢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特别是唯物主义者。我呢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早年的我呢也认为宗教是迷信但是后来在研究人类历史，我就发现宗教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诞生。而且呢，宗教这种形态诞生的比国家这种形态诞生的还要早。西藏的本教也是一样，就是早在象雄王国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在距今3、4千年前，阿里的象雄河谷诞生了雪域文明最早的定居文明，同时呢，也诞生了高原首个原始信仰形态斯巴本。这个斯巴本呢是藏语的音译，藏语里面的斯巴是什么意思呢？斯巴就是天地万物世界的意思。你看藏语的很多词汇在很多时候其实非常的直白的，只是音译之后呢，它变成了汉语词汇，才让我们这些汉人难以理解。斯巴本呢，就是上古先民用来解读宇宙起源、阐释万物规律、认知世间百态的原始世界观，也是本教最原本的雏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巴本最古老的原生文献其实说它是文献也不对，因为这是藏地代代口传的斯巴问答歌，每一段呢，它都以最初斯巴形成时开篇，完整的记录了上古先民的创世认知。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的是大鹏，大鹏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的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的是大鹏，大鹏头上有犄角。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的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位更灯佛。这4段朴素的问答就是斯巴本最核心的创世逻辑，也是上古象雄先民对宇宙的终极思考。在先民的认知当中远古的宇宙混沌一体，天地阴阳不分。这个呢，跟我们汉地的创世神话很像汉地的创世神话在远古时期呢，也是宇宙混沌一体，天地阴阳不分。最后呢，是靠盘古开天地，用斧头把天地劈开。而藏地呢，打破混沌、开天辟地的核心力量是雪域至高神兽大鹏琼鸟，这也是本教核心图腾的由来。大鹏鸟呢，头顶犄角，象征着开天辟地的雄浑力量，也代表着山川龙脉的本源根基。而太阳呢，承担的划分昼夜、区分明暗、分离阴阳的作用，是世间秩序的重要载体。太阳之上的更灯佛是斯巴本原始信仰里面的至高本源，它是一切光明、秩序与善恶准则的源头。和后世的成熟宗教不同斯巴本它没有复杂的经文，没有系统的修行理论，只有最质朴的民间歌谣，解释天地起源、神明的由来和万物的秩序。简单的来说斯巴指代的是整套宇宙诞生、万物演化的自然规律。斯巴本就是依托这套创世认知建立起来的原始信仰体系，核心就是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守护族群存续。正因为诞生于蛮荒时代，斯巴本的所有的仪式信仰都极度的务实，核心的只为部落的生存服务，主要有3大特点。第一，万物有灵，神山维护，山川河湖巨石草木皆有神灵，每一座雪山都是部落的守护神，而有些山是战神的化身，
在藏人的传统里面，誓死守护家园，抵御外敌，刻入了族群的血脉。战死的族人则被视作灵魂归山，拥有无上的荣耀。第二个就是祭祀后种，子为存续。雪域的生存条件非常残酷，藏地的先民通过牲畜、献祭等仪式祈福，祈求风调雨顺、战事顺遂、驱散灾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本师制式主导族群，专职的本教巫师负责了占卜吉凶、主持盟誓、祭祀祈福，部落大小事务均由本师主导，深度绑定部落的生存与发展。从整体来看呢，斯巴本是纯粹的原始生存型信仰，功利务实，贴合蛮荒环境，没有成型的善恶标准，没有完善的哲学体系，这也是本教最原始、最朴素的雏形。在象雄王朝的早期斯巴本是高原唯一的主流信仰，直到象雄王朝中期，新劳米沃开启信仰改革，创立雍宗本教，彻底取代了原始斯巴本，成为了象雄中后期的官方国教。这套成熟的体系呢，后续传入了吐蕃，被吐蕃早期的王室所承袭，也被立为国教，由琼氏的先祖世代执掌国师之位，撑起了象雄后期与吐蕃早期的政教根基。以上呢就是本教的由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原始的本教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巫师祭神的仪式，我们的民间俗称为跳大神，其实不能称之为宗教的。真正让本教成为宗教，是靠下面这个关键人物新劳米沃。如果说斯巴本是上古部落的蛮荒生存信仰，那么雍宗本就是让雪域本土信仰完成文明升级、走向成熟正统的核心转折点。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象雄的先贤新劳米沃亲眼目睹原始的斯巴本诸多的陋习与弊端，比如说大规模的牲畜献祭，每到祭祀的时候宰杀上千头牲畜。牧民呢本来就生存艰难，牲畜更是维生的底气，所以呢宰杀牲畜给牧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再加上祭祀仪式本身就非常的野蛮，只重祈福交易，无修行准则。于是呢，新劳米沃决心重构信仰体系，对原始的斯巴本进行彻底的改良，雍宗本教由此而诞生。这次改良呢，主要有4大核心突破，彻底拉开了与原始斯巴本的区别。第一就是废除野蛮陋习，推行温和祭祀。原始的斯巴本呢，每逢重大祭祀的时候，就会宰杀大量的牲畜，场面非常的血腥，耗费巨大。新劳米沃呢，彻底摒弃了这套野蛮的模式，首创用夺马替身祭祀。这个夺马是什么？就是用那个酥油糌粑捏制的人偶、牲畜的造型替代活人或者活牲畜祭祀。这一改革呢，就让雪域的信仰彻底告别了蛮荒血腥，走向了文明温和。后续传入的藏地的佛教也沿用了夺马替身祭祀的方式，成为了藏地宗教的通用仪轨。现在在网上有些人黑藏地也拿这个夺马说事。我们从夺马的诞生、原因和用途，我们就知道这种黑藏地的人呢，不是蠢就是坏。第二个就是搭建完整的精神体系，跳出功利的祈福局限。斯巴本的所有的诉求只局限于现实的生存，比如说求雨、求丰收、求战事顺利、求疫病消散，它的本质呢是跟神灵的交易，没有任何的精神内核与修行的逻辑。而雍宗本教呢，则补齐了信仰的核心短板，搭建出了完整的宇宙观、善恶观、因果体系，这也是新旧本教最核心的分水岭，彻底让本教从民间的巫术升级为有体系、有内核、有传承的成熟宗教。宇宙观层面雍宗本规整斯巴本的零散的自然崇拜，确立了神界、人界、灵界的3界秩序，完整阐释了天地的运转、万物衍生的底层逻辑，形成了自洽的宇宙认知体系。善恶观层面打破了斯巴本的生存及正义的无底线的准则，确立了清晰的善恶标准，敬畏天地，善待生灵，和睦族群，坚守本心为善，亵渎自然，残害生命，背信失德，贪利妄为为恶。这就让信仰有了底线与人文的温度。因果体系层面摒弃了斯巴本及时祈福、临时避险的功利逻辑，建立了稳定的现实因果闭环。善行善念积攒福报，恶行恶念反噬自身。雍宗本引导世人修身律己，长久向善，不再是祭祀交易。第三个，确立雍宗符号定格信仰的核心标志。新劳米沃呢，把这个左旋的雍宗符号定为本教的标志符号，
有很多人分不清本教的雍宗符号与佛教的万字符号啊，这里一次性讲清讲透。雍宗本教的专属图腾就是这个左旋的雍宗符号，这个跟藏传佛教的右旋的万字符号方向完全相反，源流寓意各不相同，我们绝对不可以混淆。这个符号呢，说起来并不是新郎米沃的独创，早在古象雄远古的演化当中，雍宗符号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呢是上古先民观察星河运转自然规律凝练出来的古老的图腾。新郎米沃在建立雍宗本教的时候，就将这个左旋的雍宗符号定为教派的核心标志。它赋予了这个标志呢3层的内涵。第一个就是象征宇宙的永恒秩序，代表天地大道恒常不变。第二个象征善德圆满，纯粹的正向，呼应向善修行的核心宗旨。第三个呢，象征文明的根基稳固，代表着雪域本土信仰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自此啊，灵山1000年的雪域信仰有了统一的符号、统一的教义、统一的经典体系，彻底脱离部落灵山仪式的局限，成为成型的正统文明。这里有一个冷知识啊，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雍宗符号的旋转方向，在藏地我们会发现啊，本教是左旋的雍宗符号，而藏传佛教与之区别开来的是右旋的雍宗符号。但是有去过汉地寺庙的朋友又会发现啊，释迦牟尼的胸口它赫然有一个左旋的雍宗符号，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难道汉传佛教受本教的影响吗？所以呢，就有了以下2种说法。第一种呢是说，早在东汉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的时候，西藏的本教就已经传入中原了。那个时候塑造佛像就会在佛像的胸口竖一个左旋的雍宗符号。后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原，取代了当地的本教，直接就沿用了本教佛像，所以呢，后来的汉传佛教的佛像胸口就是左旋的雍宗符号。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雍宗符号很早在古印度就有了，早期的印度佛教造像梵本经典万字符号左旋右旋都有，没有强制的规范，也就是随便你左旋还是右旋。后来呢，印度佛教分别传入西藏和中原，传入西藏的佛教和本土的本教竞争之后呢，慢慢形成了左旋属于本教，右旋属于佛教的这条规则。而传入中原的佛教呢，这就乱了。有人说武则天曾经下诏啊，这个符号呢读音为万，钦定右旋的雍宗符号为正统标准，释义呢为吉祥万德所及。但又有人说呢，这个是网络谣言，武则天呢只是把这个雍宗符号啊定为汉字，定音为万，也是有史料来源的依据啊。华严音译里面这样说：雍宗符号本非字，周长寿2年，祖上全制此文，主与天书音字为万，谓之吉祥万德之所及也。这段史料就说明武则天从来没有颁布过全国造像的强制规范，它只是官方礼制文字层面的定义，不是强制天下的工匠造佛像必须得用右旋。我们如果去看唐代的石窟，就会发现左旋右旋其实是并行的。现在的网络的文章描述为武则天下诏统一右旋，属于过度的一个演绎啊。那为什么我们去到汉地的寺庙里面看到的佛像胸口基本上是左旋的雍宗符号呢？我们会发现宋朝、元朝、明朝的全部的主流课本的汉文大藏经，比如说像开宝藏啊、造成经藏啊、永乐南藏百藏啊，他们都统一使用的是左旋的雍宗符号。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因为刻经的范式啊一旦固定了，持续的就会影响后世的民间造像、泥塑、木雕。后世的汉地寺庙重塑佛像，工匠大多数是参照本地的大藏经、民间的画稿，沿用这个左旋的符号。所以以上种种呢，就是汉传佛教使用雍宗本教的左旋雍宗符号的来源。你会相信哪一种呢？好了，跑题有点远啊，我们继续讲新郎米沃改革雍宗本教。第4，新郎米沃呢保留了本土的根脉，传承雪域文明的底色。新郎米沃的革新并非是全盘推翻传统，而是去无存精，固本革新。新郎米沃完整的保留了藏地1000年的神山崇拜、祖先敬畏、家国守护等基本的核心文化，它只是剔除了野蛮落后的陋习，为古老的信仰注入了克制、向善、修行的精神内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斯巴本和雍宗本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斯巴本是服务于部落生存的原始巫术信仰，雍宗本是承载雪域文明、修心向善的成熟正统宗教。这套完整的精神体系支撑起了象雄、吐蕃2代王朝的政教根基。我们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有2点。第一点，当下制度化的正统本教专指雍宗本教，斯巴本只是原始雏形，他们2者的关系是迭代升级的关系，绝非统一体系。
第二，雍中本教形成之后，原始本教并没有消失，而是延续了下来，甚至到现在还有。我们现在去到川甘青边缘，比如说像白马藏区啊、藏民藏区啊，至今还保留着不依附于雍中本教寺院体系的民间司巴本仪式传统。理清了象雄文明的本教迭代的祖先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让人困惑的读本、洽本、举本到底是什么。但凡要研究本教的人呢，查相关的资料时一定会看到读本、洽本、举本三种对于本教的分法。有一种说法的这三个分法是本教的三个派别，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是本教发展的三个阶段。哎呀，这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呢？我最初也是脑袋晕晕的，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回归藏语的本意，就很容易弄明白读本、洽本、举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说白了，藏语呢它是一个表音文字啊。读本、洽本、举本三个词呢是后来人发明出来的一个词。这个后来人是谁呢？就是12世纪的藏传佛教的子贡噶举的祖师子贡九丹贡布，他提出来的。他最早在他的著作《华严经典》里面就有，后世的土观宗派源流里面大量引用了他的这套框架，才形成了汉地读者最为熟悉的本教的分期方法。这是藏传佛教的史学家对吐蕃时期的本教的分类方法。我们下面就把这三个分类说清楚。先说这个读本啊，这个读本这个词根的本意是涌现、自然生出的意思。这个词呢直译过来就是原生自生之本。按照子贡九丹贡布的叙事啊，读本就是吐蕃最早土生土长的原始的巫术信仰，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司巴本。读本盛行于吐蕃早期的天策契王时代，也就是聂次占卜到子贡占卜的时期，是本教落地吐蕃后形成的首个流派，核心延续的就是司巴本的原始巫术体系。它没有系统教义，没有成型的经典，没有寺院戒律，也没有僧人。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上祭祀天神，下镇鬼神，中兴人宅，主打占卜吉凶，驱邪狼灾，祭祀祈福，完全服务于部落的生存与王室的维稳。纯纯粹粹的高原本土自发形成的，是吐蕃最原始最朴素的本教形态。我们再看这个洽本，它的词根的本意是漂泊、外来、旁出、外道游走，直译过来就是外来传入的本，旁流的本。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有明显的贬义，意思就是外来杂糅的外道的本。发展到吐蕃第8代子贡占卜时期呢，读本的零散巫术杂乱的仪式已经无法适应王朝发展的需求，甚至乱象丛生，制约政教的稳定。为此呢，吐蕃主动对外吐故纳新，从克什米尔、博律、古象雄等地引入了巫术、幻术外道思想，与本土的本教进行融合，然后形成了洽本。甚至很多的史书把新郎米沃传播的教法也归入了洽本。洽本呢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巫术，仪式呢更为规范，礼法更加系统，是本教从零散的民间信仰走向王朝政教体系的关键过渡形态。那最后呢，我们再说这个举本。举本呢这个词根的意思呢就是翻译、改写、改编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改造、翻译过来的本。藏传佛教的史学家的核心论断是这样的：赤松德赞佛本辩论之后呢，本教败落，本教徒呢就窃取、改写佛经，伪造成本教的经典，埋藏在地下，后来作为伏藏进行发掘。举本呢不是全新的教派，它的本源100%是雍中本教，只是为了适配时代，应对佛本博弈做出的优化升级。以上呢把本教分为读本、洽本、举本的早中晚3期的这种划分方法呢，是藏传佛教史学家的划分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一条暗线，就是本教大量的教义抄袭佛经。一句话呢概括子贡噶举的祖师子贡九丹贡布的潜台词，就是读本原始的巫术，洽本混杂的外道，举本抄袭佛经伪造的经典。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本教和象雄的学者根本就不承认读本、洽本、举本的这种分类方法。他们的不承认也是有依据的，就是9世纪的时候，敦煌吐蕃文书呢完全没有读本、洽本、举本的3端论。这套划分呢完全是12世纪，也就后弘期的时候，佛教史学家回溯构建出来的伦理模型，不是吐蕃当代人就有的分类方法。所以现在史学界对本教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阶段原始司巴本，第2阶段古雍中本，第3阶段后弘期新本。我们来说第一阶段的原始司巴本，这个时期呢其实不能称之为宗教，因为呢它就是高原各地的原始产生的那种祭祀习俗，由巫师主导仪式，目的纯粹服务部落，
也就是防灾呀、防病啊、征战祈福啊、化解凶兆等等，有普遍的牲畜血祭，没有统一的教主，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系统的理论，只有口传的仪式。而且他们的习俗各地还互不统一，不存在统一的斯巴本教派，而且这个斯巴本呢到现在还有。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古雍宗本，从敦巴新老米沃创立雍宗本教以来，一直到公元8世纪吐蕃赤松德赞佛本之争，赤松德赞推行译本政策，古雍宗本的公开传承受到重创。这时期呢实际上是由原始本教向正统本教的一个过渡期。按照现代藏学界的主流观点，新老米沃完整创教、大规模改革斯巴本的连贯叙事，实际上是后弘期的本教徒回溯构建出来的历史框架。吐蕃时代流行的依旧是大量混杂着斯巴本巫术传统，成熟的雍宗本的理论、大藏经的架构诞生于吐蕃灭亡之后的后弘期。第三阶段呢，后弘期的新本也叫新雍宗本，从11世纪开始延续至今啊。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呢，高原进入到分裂割据时代。11世纪，新钦鲁嘎发掘整理大批伏藏经典，以伏藏体系为根基，依靠前人埋藏的经典重新整理教法，开启本教的后弘期。新钦鲁嘎大规模开展译本运营，一方面呢努力护原古老的象雄本法，另一方面呢主动和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交流，大量吸收辩论体系、思源制度、修行次第。这也是藏地的历史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初本教和佛教斗了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后弘期的时候居然又相互开始合作，这个时候开始汇编本教大藏经，也就是本教的甘珠尔、丹珠尔。这个时候开始建立寺院、僧团规范，形成了遍布康区、安多、后藏的制度化的宗教，正式确立教育框架为9层次第，清晰区分前4层为承接古老斯巴本的世间仪式，像什么占卜、祭祀、狼灾，后5层呢为雍宗本专属的出世解脱教法。你看哈，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也有这个9层的划分方式，现在也搞不清楚他们俩是谁抄谁的，还是说是他们共同研究出来的。以上这些概念我们搞清之后呢，这里就可以顺带补齐开篇提到的全网高频提到的黑本白本的概念了。黑本白本呢，最早也是出自藏传佛教的史家的视角，和读本恰本举本同源。雍宗本教的自身传统并不喜欢这套标签，并且认为这套标签带有偏见。黑本白本是按照风格内涵的二分法，属于横向的分类，不是纵向的历史阶段。黑本它偏重于世间的巫术、狼灾、驱鬼、祭祀三神、意识鬼神，大量使用远古的斯巴本的仪式，重视事项法术，偏向外道法事，对应的范围是读本加恰本。白本呢，它拥有系统的理论解脱道修行体系，大量吸收佛教的义理，建立寺院僧团，也就是佛教史家所说的举本。通俗的说，黑本约等于原始本加吐蕃时代零散的古本巫术传统，白本呢约等于后弘期的新雍宗本。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掉进一个致命的误区里面，千万不要理解成先有黑本后来进化成白本。历史上黑本的民俗一直和白本并行共存到今天，哪怕是后弘期成熟的雍宗本兴起，民间的斯巴本的黑本仪式依旧独立流传。吐蕃的中后期，佛本的博弈持续拉扯，王室的重心逐渐偏向佛教，本教慢慢退出了朝堂的核心。末代的占卜朗达玛灭佛之后，佛教短暂的衰落，本教曾短暂的重回民间的主流，但是再也无法恢复西勒国教的鼎盛地位。不过雪域的文明并未从此断绝，大量坚守传统的本教信徒琼氏族人千里东迁，奔赴安多、康巴、加隆等偏远安稳的地区，完整保存了本教的经文、仪轨与神山信仰。如今丁青支书山等知名的本教圣地，就是当年的先民守住的文明火种。这也完美诠释了藏地文化的双重气质。佛教千年浸润，赋予这片土地温柔慈悲的底色，而斯巴本、雍宗本传承数千年的山河敬畏、族群守护的刚烈内核，则刻在了藏族人民的血脉里面，从未消失。理清了本教3000年的发展源流与文明脉络，我们所有的溯源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核心人物身上——新老米沃。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成熟的雍宗本教，雪域的本土信仰也无法完成从原始的巫术到正统文明的跨越式升级。但是和所有的影响文明的进程先贤不同，新老米沃是整个藏地史学、宗教学界争议最大、最特殊、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的人物。有人说新老米沃是本教的创始人，
有人说新老米沃并无真实人物，是虚构出来的。我这里不想做单一的神话或者是片面的否定。下期视频呢，我们就一起跳出非黑即白的单一叙事，站在史料、学术、宗教、民间的四维视角，逐一拆解四大视角当中的史料支撑、时代背景与争议漏洞，还原一个最客观、最立体、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新老米沃。不吹捧，不抹黑，不单一输出，把所有的争议原貌都全部摊开讲透。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真实的祖师、文明的符号，还是时代的合体融合的产物。这场延续千年的人物争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佛本博弈与血域文明的迭代。我是萧峰，以行者为证，以史料为基，踏踏实实梳理血域千年的过往。喜欢这类客观思辨的深度内容，可以点个关注。我们下期揭晓答案。空城万象，涌中落尘沙。望尘染烽火，经卷复火花。万里高原成千般跌宕，人脉怎可一朝崩塌？风雪压不灭，心底明。神仙绝境一决不退缩，望断长堂浩荡风霜，不想亘古刻在胸膛，纵遭纷卷山河动荡，赤手大刀不肯下。辞别旧阴城，踏进汉皇，崖洞藏经文，地狱沧桑。时代背负文明重量，从里流离初心不忘。千年文脉荣誉不懈，再苦